我老公来了。总裁说：“你怎么又空腹喝咖啡？胃会搞坏。”老公，你又来看我了。上回你说的钱我都准备好了，每人20万。等他们来仙姑这里拿了钱，你就可以安心升天。既然那3个被总裁托梦的人还在路上，我们还有点时间。如果你们夫妻俩想继续聊天，老规矩，老规矩，通灵聊天10分钟1000，麻烦仙姑了。时间继续算，没关系。可以出国放长假了！看路啊！夫人，总裁累了，已经先离开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等那几个来吧。仙姑，是他们吧？我去看看。你们都死去哪里了？之前我说过的，你们都还记得吧？就照演，懂吗？3位请进。王夫人已经等你们很久了。你们一定是我丈夫请来的贵客吧？请坐，请坐。这位就是王宝荣先生的夫人。之前跟你们联络时就已经说过，今天王夫人想代替她的先生，偿还之前欠你们各家的人情。她为你们各自准备了20万，希望你们小拿。哇，20万啊！我老公虽然是白手起家，但他年轻时受了你们父母的帮忙，一直记在心里。现在他走了，还是记挂这些事。希望你们能收下这笔钱，让他安心。3位的长辈虽然走得早，但你们都被王先生托了梦，一定知道这是他的遗愿，就不要再推辞啦。我知道这是王老先生的心愿，不过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昨晚做了个梦，梦里的神明他跟我说，这笔钱我不能收。神明，
哦，对，我也做梦了啊！真是太奇妙，真是奇妙。我也是哎。仙姑，你看，他们也做了同样的梦，所以这笔钱我真的不能收。你们在说什么啊？王先生不是托梦给你们吗？这笔钱是他对你们长辈的谢意，怎么会不能收？不行不行不行！神明说啊，如果我收下这笔钱，我全家会出事啊。说实在的，这么多钱谁不想要啊？王夫人，神明还说，如果你帮王老先生把钱捐出去做慈善，那他一定会顺利升天。我说对吗，仙姑？辛苦大半年，终于到手了。现在是不是要去假仙姑那边？没错，开快点！只要我们搞定啊仙姑那边的单啊，我们就可以出国放长假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钱呢？那些钱呢？我们不会是死了吧？啊！真的死了。他们是谁呀？不会是带我们去见阎罗王的吧？我怎么知道？你看一下地球怎么这么烂啊，害我们死掉！我想死了。苏永德、吴伯律、徐美倩，你们可知身在何处，身犯何罪？这是什么？在录真人节目吗？你们到底是谁？完了，我们真的死了！我不想下地狱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胆狂徒，在我第五阎罗殿竟敢如此放肆！原谅我，原谅我，阎罗大人，我不敢了，我不敢了。阿策，这总握是我的人间替身。对呀，
他长得和你90%像，再加上那3个人啊，都认识孙中山的徒弟，就讲究点吧。三弟，放开他。吴伯利、苏永德、徐美倩，我是第5阎罗包拯。你们过去罪有应得，但现在有个机会。本阎罗想跟你们谈个交易，若你们愿意出借肉身，就能抵消部分罪孽，重新来过。大哥，五弟没事吧？嗯。哦。什么东西的？走吧。仙姑，既然如此，自然要听从神明的指示啦。好，我尽快把这笔钱捐出去。我先离开了，谢谢你们3位，特别为我丈夫走这一趟。我送你。仙姑，今天麻烦你了，费用我会多付一些的。慢走。好。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？第5阎罗包大人竟然大驾光临。看来你不完全是个骗子，还能看得出我是谁。阎罗大人这么闲，居然有空上人间炒一个小小灵媒的台。啊，不知这2位大人又是什么来头？我是第5阎罗殿护卫长展昭。我是第5阎罗殿咨询官马汉。你笑什么 ？Sorry， 我不是故意要笑，我只是觉得你们这样子的打扮怎么样？很特别。你懂什么？这叫做伪装。原来是故意的。废话少说，苏永山是你师傅。阎罗大人想打听情报，我的原则很简单：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付钱，我就告诉你。嘿，你这个小小的女神棍，竟敢跟阎罗这么说话？好大的官威哦！可惜我是人，不归你们地不管。你。你以为你不会死吗？那就等我死了再告诉你。好，孙如山是我的师傅，没错。那又怎样？带我们去见他，我需要他的帮忙。所以现在是包大人有事相求。我的师傅早就退出江湖了，想找他也不是不可能啦。先补偿我今天损失的30万，再考虑帮你们。孙如山帮过很多人，他不是这种贪图利益的小人。
我不相信你。好，那就请各位大人自己去找喽。反正你们这么厉害，不会找不到吧？你先带我们去见他，至于要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们可以谈。包大人果然爽快，明天我就带你们去见他。为了证明你们的诚意，先付个1万当定金好了。你这个骗子，想趁火打劫啊？就是喽。好，要说我不给地府面子，我就让你先欠着。那明天怎么约？明天早上10点在这里集合。现在可以麻烦各位先离开吗？我只是个凡人，需要休息。我们走。老板，这里就是那个仙姑办事的地方。听说他收费高，但是真的很厉害。你要不要找他试试看？我不信这一些。我觉得是因为那天看到 Win 的尸体，有点被吓到，我才会胡思乱想的。喂，老婆啊。我在路上，好，待会见。先回家吧，太太等我吃饭。前面右转哦。就算你这次破例拿了49天的长假，但是你在人间不能使用真身法力，你要怎么查？事已至此，我只能尽力而为。阿策。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不能放弃。我知道这900多年来，这宗冤案一直都是你心里最大的遗憾。但是万一你真的无法挽回，你能不能放下？阿策，你是最了解我的。这件事牵扯到太多性命。只要能弥补这个错，就算是原身俱灭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好了，我一直都相信我们5兄弟联手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而且，你不是一直陪着我吗？大哥，大哥，什么事？我跟你说，3哥一直在那边说我故意整他，让他挑一个中年安哥当替身。本来就是嘛，这3个人是用你发明的什么筛选程式来选的。你看大哥，他的替身选得多好，跟他长得一模一样，又英俊潇洒，年轻力壮，你自己也不坏嘛啊，至少是个大美女。而我呢？堂堂一个第5阎罗殿的护卫长，竟然变成一个又老又丑的安哥。也对，老安哥应该是我才对。还是展大人，你想跟我换吗？大哥，你开玩笑吧？其实我觉得这个安哥也不坏了啊，至少经验丰富，不用换啊。这走了。
深点，爸刚吃药睡着了。Sorry， 老婆，没吓着你吧？没事。你这几天都没有睡好，我去帮你泡杯泡参，给你补补气。谢谢老婆。小心。嗯。地方是有点小，不过没关系。小弟，联络地府，半个小时后开会。哦。哇，这个苏永德啊，难怪肚子会那么大喽。哇，这里还真够夸张的啊！还好嘛，不就是个衣柜式吗？你看，哎呦，哇！死阿宅，没见过女人呐！这些我已经900多年没碰过立体的了。哎，你收敛一点哈，不要再乱摸了。这身材也太好了吧！哎呦！我警告你啊，你再乱搞，我去跟大哥讲，看你怎么死。好了好了，不敢了，千万别跟大哥说。换衣服，出来开会。Hi baby。哦，二哥、四哥 ，Hello， 你们看得到我吗？我听不到你，你要按下面的。让我们按什么？他让我们按什么？啊 ，Hello。喂，现在哦，听得到了，听得到了。大哥、三哥，我和地佛接上线了。小弟啊，看你这样，我还真不太习惯了，还是我该叫你小妹啊。臭马汉，那是什么发型啊？一个女孩的头发为什么会那么乱啊？像草一样。小弟才刚变成女生，给他点时间吧。怎么样，今天顺利吗？你们见到贾田玉了？见了，不过觉得他人不太可靠。先看明天能不能带我们去看孙如山再说。大哥，我已经找到张瑶的近视了。之前定位到他投胎在新加坡，现在查到他已经是一个国际科技集团的 CEO。这个张小姐的前世虽然很惨，可是后来倒是投了个不错的胎嘛。我却必须唤醒他最惨的前世记忆。四弟，先把资料发过来。在人间要接近像他这样的人，得计划一下。我整理一下就发过去。我们今天先这样吧，我们都还在适应这几个人的身体。三弟都快要睡着了，有事随时联络，手机可别搞丢了。二哥放心，我一定好好保管。晚安。哎，大哥，我不行了，我先去睡了啊。晚安，老安哥。大哥，没想到我这个替身电脑很强哎，
跟我程度差不多啊。你看，我可以继续研究我之前跟你提过的灵魂感应程式。要是真的成功，就不用看到女神棍脸色。那也得等到真的研究出来再说啊。对我有点信心嘛。有信心，有什么进度随时告诉我。Yes sir。老头，还没睡啊？你管我什么时候睡呀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话快说，不要妨碍我听曲啊！又听？哎，你都不会腻哦。老头，明天早上你会在家吧？我带几个几百岁的家伙去找你。鬼呀！差不多。第五阎罗包拯。还有他2个跟班，展昭和马汉。第五阎罗上来了，发生什么事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他们说有事情要找你。哎，老头，我先说好，我一定要跟他们拿钱，你不准插手。哼，你这钱鬼，阎罗王的钱你都敢要？带来了再说了。你又喝酒？哎，你嫌命太长哦。你心脏、血压都有问题，医生说你要注意饮食。你还不是在喝酒？我早告诉你了，生死有命，我什么时候走就走了，用不着你操心。好啊，那下次你去复诊，你也这样跟医生说。好了，天气太热了。我只是喝一小罐，没事的。好了，晚安。鬼才相信你，不要搞到又要送急诊嘛。不要吵，我说不要吵，再吵我就把你们全部送下去。
日の達人 Flashlight はダメ走吧。嘿，你这是什么打扮呢？我心目中的女神啊，性感吗？处理一下啊，我啊 ，OK， 大哥，你要干嘛？把衣服换掉。为什么？我觉得这样很好啊。换掉。啊，好了，我去换。喂，死马汉，等我出去你再脱嘛。哎，老婆，新女佣什么时候来啊？哦，我已经跟医生安排了，应该很快了吧？催他们快点吧，你现在怀孕了，不能太劳累的。我知道。对了，我也想问医生，要怎么样才可以把钱寄给 Win 的家人？毕竟他也照顾妈那么多年了。也好。这几天家里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啊？怎么了吗？没事。啊，对了，子杰呢？都几点了，还在睡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习惯晚睡。别人是熬夜工作念书，他呢，整天躲在房里玩游戏、看色情片。这30岁的人真的是没用。好啦，老公，吃早餐别生气，快点吃。老婆啊，那臭小子，我是不抱任何希望的。我答应你，一定会好好培养我们的孩子的。喂。喂。走了。老头，老头，我们到了。刚刚还接我电话，人嘞？孙师傅应该还在家。老头，我没带钥匙。先找人开锁吧。有没有发卡？来，这边给这。这位大叔啊，很会开锁。
他应该闯了不少空门呢啊！老头，老头，师傅，快帮我打蜘蛛！幸亏有地址。老头，喂，紧急部门吧。不准走！生死有命，他已经走了。他还没走。师傅。师傅。现在是上午10点58分，我们在10点32分抵达。抵达前5分钟，贾田玉小姐曾与孙师傅通话。抵达后发现无人应门，我们花了大约3分钟开锁，推估她的死亡时间是在10点27分到36分之间。当时室内温度大约30度，窗户都是开的，没有强行进入的迹象。所以报纸应该是被风吹散的。孙师傅是在餐桌旁倒地，桌上喝了几口的咖啡，打包的鸡蛋、小碗和酱油。他原本应该是想把鸡蛋放进小碗拿出来吃，但在还没行动前就发生了意外。谢谢你记得这么多详情，请问你是做什么的？法官。哦，原来是法官，失敬。那我先去忙了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。嗯。孙师傅有没有家人？需不需要联络他们？他什么都没有，辛苦活了一辈子，没有家人，也没有钱，现在走了，连灵魂都不让我找。什么意思啊？师傅最讨厌麻烦人，之前就已经跟我说过。哪天他走了，就走了，不让我担心。没想到现在，真的连一句话都不说就消失。反正那老头还欠我一个交代，我一定要见他最后一面。你们原本要找他，到底是要他帮什么忙？这一次我们上人间查案，不能用法力，我需要他的能力。我也有能力帮你们，可是你们也要帮我。帮你找孙如山的灵魂。对，你们在这儿用不了法力，
不能下地府，我们可以合作。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啊？你们有更好的人选吗？你想找他，是想见他最后一面？除了师父，我没有别的亲人了。好歹师徒一场，至少要跟他说声再见吧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你答应了，大哥，你答应了就不能反悔。不守约的人可是会下地狱的。今天就这样，你们回去吧，我还得处理那些麻烦的手续。你自己保重。我没事。明天就可以继续工作。
Yes， 大哥成功了，这样我们在人间也能看到灵魂了。也可以感应得到吗？目前只能看，再给我多一点时间，几个礼拜就好，一定可以成功。你以为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呢？你已经很努力了。明天你们先去信兴集团探路，我去找贾田玉。哦。包大人，这么早？这包子看起来不错，来吃吧。还好包子不是黑的，否则包大人不就被我给吃了吗？不错，还可以说笑话。你这么早来，不是就为了吃包子吧？你那2个跟班呢？他们有别的事要处理啊。我今天找你是来谈接下来的工作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找到信兴集团的总裁，他叫赵方平。Good afternoon, everyone,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down today. We're excited to be able to share some good. 你们要找的是活人。先让我说完。900多年前，他是个富家千金，是我在追查的那宗冤案的受害者。找到他以后，我需要你帮我唤醒他的前世记忆。你办不到？我当然办得到，不过这么特殊的工作，费用很高，你会跟我算清楚。有没有别句台词啊？你知道就好。还有，我可不是专职帮你们，要是有工作上门，我还是会处理。请坐。谢谢。他是我的助手，不用在意。潘先生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撞鬼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是我的专业。潘先生，我不喜欢拐弯抹角，我办事有原则。
仙姑，请问是什么原则啊？你先说说，发生什么事？老实说，我不太相信什么鬼神。可是我家女佣因为食物中毒意外死了。我这几天总觉得在家里看到她，样子很恐怖。你一定觉得是你自己心理作用。起初我的确是这么想的，可是前天晚上我看到她一直盯着我看，那个感觉太真实，太可怕了。我怕是她有什么委屈才阴魂不散的。既然如此，我的确有能力帮你解决问题。我有我的收费标准，你可以考虑一下。仙姑，您放心，只要您能帮我解决这件事，钱不是问题。我的原则是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你既然有解决问题的诚意，我一定会帮你。那我先付5000作为定金，仙姑，这样安排可以吗？好，那今天就先去你的家看看。我太太现在刚好不在，万一她回来，拜托仙姑就说是我请来看风水的。她有身孕，我不想吓到她。没问题。仙姑，就是这里了。仙姑，您想要怎么开始呢？不如你先带我们到处看看，让我们了解发生什么事。好，我们先到厨房和佣人房看看吧。大概5、6年前，我还没跟我现在的太太结婚 ，Win 就开始在我们家工作了，主要是帮忙照顾我妈，因为她开始有点失智症的症状 ，Win 帮了很大的忙。这2年，我妈的病情加重。也还好有Win在。出事那一天，我老婆准备了日式咖喱猪排当我们的晚餐。Win爱吃辣，又不爱吃肉，所以我老婆先煮一大锅只有蔬菜的咖喱，再分给Win，让他自己煮成自己喜欢的口味。据我所知，他自己加了不少马铃薯进去。谁知道那天马铃薯有问题，我们全家吃了都有点上吐下泻的。这里就是 Win 的房间，现在已经清理干净了。那晚 Win 看起来病情比较严重，但也就只是吐。我给了他一些肠胃药，放他1天假，好好休息。
方，后来验尸报告说，他是误食过量含龙葵碱的马铃薯，导致中毒的。发生这样的意外，大家心里都不好受。贾廷玉有没有碰到他？仙姑啊，其实我在我妈房间也有感觉，你们可以进去看看。是 Win， 我那天就是看到他这个样子的。仙姑，请您帮我问他为什么要来找我，是不是怨我没送他去看医生啊？不然你帮我问他要怎么弥补，他才愿意离开。潘先生，你先冷静。他在钢丝，没有说话的能力。你是不是被谋杀？